这里都有名字，一层叫口是心非，一层叫言不由衷，一层叫死要面子。你说了这么多，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。要怪你就是口冷心热，你就应该享受这世间的真情，有笑有哭，才能腰生圆满。你真的是人族公主吗？就是我，但现在又不是我。若是以前看书，那是书翻到哪一页我看哪一页；若是走路，那就是路往哪走我往哪去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有想要保护的人，我有特别想要做的事。丁安，丁安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考谕：前月宁安公主几次闯宫，忤逆圣意，实乃后宫女眷不良之典型。自今日起，宁安公主需每日静心读书，练习剑术，以此警醒。后宫女眷需动静有法之礼，钦此。谢父皇，师长教诲不可轻忘，躬身领受，朝夕参详。倘有疏失，速改端方。一滴泪晶，一滴泪清。读这些书就能当好一个公主了？这是哪里来的？经过一片梅林，见其苦寒之中仍香气四溢，觉得与你很是相称，便摘下来给你。谢谢。等着，我也有东西给你。你看这个书。不感动吗？感动。你看啊，我给你念：二人楼台相会，泪眼相向，临别时立下誓言，生不能同亲，死也要同学。然山伯忧虑成疾，不久身亡。瀛台惊闻噩耗，悲痛欲绝，去墓前祭奠时，哀痛之下，感动上天。你不感动吗？感动，感动。
雷电大作，坟墓爆裂，银台翩然跃入这坟中啊！你这人真是感动。别伤心了，书上都是假的。1、2、3、4。5呢？这套东西公主已经练习多日，怎么全无长进啊？啊！手抬高，下盘要稳，别动。哎，听闻公主想要凭自己的本事走出永安宫，就凭你现在这个态度，摆好，就凭你现在这个态度，再练3年5载，我看你也走不出永安宫。用不了。哎呦！哎，你这个，哎呦！老师，您这，哎呀，慢点儿。哎呦，老师您，老师您没事吧？老师能有什么事啊？哦，继续练习。老师您这么不小心，我去太医那里啊！您还好吗？真是恶人有恶报啊你！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用手去接剑啊？是你给我的书上写的，人族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也不能用手去接剑呀，那会受伤的。无妨，你射倒了会痛，而我有灵力护体，此等小伤不必介意。有灵力了不起啊？你不介意不代表不会受伤。你生气了？你说呢？一群飞羽卫都伤不了你，在我这儿你却受伤了。我该说你是傻还是傻呀？走。与飞羽卫相比，还是你比较厉害。已经几天不许我们进寝宫了，自说自话，莫不是？别胡说，殿下今日来开朗了许多，给永安宫也添了不少生气，就当没看见。走吧，走吧。真没事儿。你别说话。你下次不许这样了。可爱吧？这是我见过最美的日落，因为它高吗？
是因为有你。你不要命了？区区监视，何须你来替我当？我侯爷，你擅闯皇宫，又挟持公主，今日必将你诛杀。是本宫邀请妖王前来，并非他擅闯皇宫。你们若是放箭，伤到本宫分毫，父皇绝不会饶了你们飞羽卫。公主，先前便是向着妖族说话，才领了禁足的惩罚，如今又要勾结妖族，一同谋逆了吗？我自会向父皇解释。你们放妖王走，牵连不到你们。你先走。的确是本君挟持了宁安公主，你们胆敢动一下，我便杀了她。你们本就拦不住，如今还要徒劳加上公主的性命，你们可担当得起？侯爷，今日你若敢伤公主，天圣国必举国之力杀尽妖族。不当这有名无实的公主，陪我去宫外看看风景，如何？依你。妖王红叶恶贯满盈，闯进永安宫，挟持公主殿下，意图逼迫我等归顺妖族。飞羽卫众将士忠勇，无一人投靠妖族，致使公主殿下被妖王掳走，臣等罪该万死，恳请圣上责罚。叫什么名字？卑职汪红。你有何良策？微臣以为，妖族越是嚣张，我等越要有雷霆手段。微臣斗胆，恳请圣上允许飞羽卫扩充人手，组正义之师，直捣妖巢，解救公主。丢了朕的公主，还要加人加饷？准了。汪红，自今日起，任飞羽卫副斩妖使，统领各地飞羽卫，找到妖巢，清剿妖族，救回公主。臣领旨。限期1个月。咱们这位做冷宫的公主，倒是替飞羽卫谋了好事儿了，是不是啊，洪副使？全凭大人运筹帷幄，卑职汪红为斩妖使大人马首是瞻。副斩妖使一职，也是为了能更方便的为大人做事，例如清剿妖族阵亡将士的抚恤银两。
梅花是哪里采来的？带我去看看。雅珍藏流金，松寒香盈袖。何归何年系，待遇复新楼。旋风动月底，石顶满霞秀。风骚宫廷写春秋。好美啊！风翠木秀是鸿鹄天星手。红叶，你能帮我摘一枝梅花吗？醉卧亭台里，分满盘一袖。小知空悲，此心几度口。两路凝舟，烟雨暗度扁舟。流月难留心，有回忆在手。夜已星斗，烛窗风动脸孔，只等此生一回眸。珍藏流金，松寒香盈袖。何归何年系，待遇复新楼。旋风动月底，石顶满霞秀。雪人没有犄角，是雪妖。可是这个不好看啊。不要好看，要威武。你离我的雪人远一点儿。好好好。两路凝舟，烟雨暗度扁舟。流月难留心，红叶，回忆在手。你为什么要把它变得那么丑？就是雪妖。你把它变回来呀！还别呀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你快把它变回来！宁安公主在宫中这些年，这应该是她最开心的一天了。那你可要告诉宁安公主，让她莫要忘了今日。雅珍藏流金，松寒香盈袖。何归何年系，待遇复新楼。旋风动月底，石顶满霞秀。风骚宫廷写春秋。翠木秀是鸿鹄天星手。泼墨山间月角前风独白。愿这梅花永不衰败，你我永远像今日这般开心。那我便遂了你的心愿。将那千年风月一烛相思酿成酒，我牵你的手一起笑悠悠。梅花永远不会败。悲愁破剑几方舟，牵你的手一起看心动。我用那万丈流水一烛青丝烛残留，我牵你的手一起笑悠悠。三生欢喜同心共白头。糖人儿，糖人儿，刚出锅的。我要这个，老板。哎，你慢点。甜，你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皇宫里还能吃到这个？莫翠跟我提过。梅
那边还有更好吃的，走走走。哇，我最爱吃的梅饼，你尝尝，开胃解郁，生津止渴。不喜欢啊？不喜欢你吐了。起初酸涩，而后回甘，怪不得你从小就喜欢吃，确实好吃。老板，来一包。来。红叶，你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该不会是人吧？你说，几千年你吃过多少人？你快从实招人！好，我招。你真吃过？你可知，死于人手中的妖，远比死于妖手中的人要多得多。你说的只是日日想着长生的皇族和捉妖师。你看看这街上的寻常百姓，他们好多可能一生都未见过妖，他们只是想过着自己的日子。很多妖也是如此吧。若是大家都能好好过上日子，何必要水火不容呢？红叶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可好？你说。妖会吃人，而你不会。在很多人族眼里，只要是妖，生下来便会吃人，所以我吃与不吃都是一样的。那你就不想解除这些成见吗？我又何曾不想呢？想解决两族之间的矛盾，谈何容易？那可以从点滴微末做起啊，说不定百年。有妖怪！妖怪吃人了！有妖怪！谁见过这样的呀？夫人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，夫人！我求了半辈子，却救不了你。老六啊，老六，我和韩香平日里待你不薄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什么你冲我来呀，老六！哪里有妖？那个便是。他明明是个人。这老六是医馆的仆从，在这里10几年了，向来老实。方才突然就发了疯，拿着菜刀乱砍人，将医馆的女主人给砍死了。若不是官差赶来，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呢。这老六啊，平时见人杀鸡都绕道走，这突然疯魔，不会是妖物上身了吧？妖怪吃人了！妖怪吃人了！让开，让开！吃人！做妖真的好忙啊！妖怪吃人了！让开！妖怪吃人了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！妖怪在哪儿？妖怪在后面，后面！大人，我儿今晚洞房花烛，这酒喝到半夜，刚送进洞房啊，就听见屋里一声惨叫。待我们寻过去的时候，这屋里只剩我儿，不见新娘子了。可曾见到妖怪？不曾。是谁掳走了新娘子？是妖！你想清楚再说，好叫冠爷帮你寻回娘子啊！带我们去洞房。哎，走过来，走。还看吗？八成又是谋财害命，嫁祸到妖的头上。恐怕是没这么简单，我倒想去看看。娘在呢啊！哎呦呦，疼啊！您看看，
你看这地上的血，啊，还有这窗户，这不是妖，那能是谁把个大活人给掳走了呀？是啊，这虎豹它也进不了城啊。没看到尸首之前，只能说是失踪。待我们细细勘察，才能最终定案。这血流了这么多，这人也活不了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得等我们勘察之后才能定案。是，哎，这金家这小子八字可真硬啊！2年前就娶过一个，哎，刚拜完堂没几天，这新娘子就不见了。那难不成也是被妖给吃了？就是啊，难道真被妖给吃了？不可能吧？走吧，破案了。快这个！那老两口都没看见新娘子是如何不见的，不去找人，便认定新娘子已死。这新郎官更是满大街的嚷嚷妖怪吃人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官差过来问话，他们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，答非所问，压根就不想去寻新娘子的下落。还有啊，那洞房破破烂烂，但置办的家私器皿却很值钱。若是新娘子真的被妖怪吃了，为何她的头面还好好的放在桌上？墙上、地上都是血迹，为何只有那一床锦缎的被子干干净净？那些值钱的物件都是新娘子的嫁妆，除了明面上摆着的，他们肯定也给了别的。把这些嫁妆换成银子，够他们一家改名换姓，重新换个地方生活的了。你也听说了，新郎在几年前也娶过亲，新娘也失踪了，作案老手罢了。你说你从未出过宫门，可为何会对这些世俗的龌龊手段如此动心？反倒像是在市井中活了很久的样子。我书读得多，人心世道书里都有写。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新娘子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说的或许都对，只是漏了一点。那洞房里真的有药，而且不止一只。我怎么没看见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，真相或许另有隐情。我们打个赌啊！我去找医馆命案的真凶，你去找那个新娘子的下落，比比谁快。赌什么？赢的让输的做一件事情，输的不可拒绝。好，拉钩。100年前的红叶胜负欲这么强的吗？哼，有趣。张大夫，您家中有事，今日就闭馆休息吧。这都是小毛病。夫人在天有灵，也一定希望我能好好的给大家看病，不要沉溺于悲痛之中。那好，药方。张大夫，您和夫人都是大大的好人，尊夫人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保佑您的。谢谢，您慢走。下一位。这位公子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胸闷，那是胸口疼。公子啊，你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良心，良心不见了。这位公子，不要消遣在下，那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呢。你岳父近来可好？
公子和他老人家相熟啊？完全不认识。公子无病，就不要戏耍在下了。亲手将自己恩公的女儿送去见阎王，良心究竟去了哪里？他杀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从一个2把刀的江湖郎中做到现在城中最大的医馆，全靠你那富商岳父支持。如今，你和别的女人偷情被你夫人发现，你生怕你夫人告诉他父亲，你便利用你的仆人老六，你给他熬补药，说是要强身健体，实则让他失眠加重，让人兴奋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你非常清楚，一个人几天不睡觉，很有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于是你便和你夫人大吵一架之后，把他和精神崩溃的老六关在了一起。这个便是你给老六开的药方。你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！哼，全身上下就嘴最硬，非要我把证据一样一样摆出来吗？你说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驼背佝偻，身上有陈年旧疾，一激动就咳嗽，这都是早年落下的病根儿，说明你出身贫寒，连小病都治不起。还有你那手绢，一看就是女人用的，上边还有胭脂的痕迹，不过是新的。这说明和你偷情的那个女人，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3个月左右。现在已经没有刚开始的那种紧张和顾虑了，他已经可以在你这儿留下一些提己物件了。提到你岳父，你紧握拳头，说明你愤怒；你挑眉，说明你警惕和惧怕。但是你对你妻子过世没有一丝丝的心痛。那床褥很松软，一看就是天天住在这里，跟你夫人应该分居很久了。这桌子、这椅子上的砸痕还很新，为何？他还在，但是已经变黑了。你做下的恶，却要嫁祸给妖族。今日我便要还你夫人、老六、妖族一个公道。他夫人如果能同意丈夫纳妾，是不是就不会去死？哼，纳不了。他偷情的女人是他岳父的小妾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医生给老六开的药方，你是如何寻到的？他这叫做贼心虚，一乍就认。你当真没出过宫门？当真？处事老了，深谙人情世故，对付恶人手段丰富，倒像是个棍徒。天赋，这叫天赋。你输了，你得依我一件事。你怎知我输了呢？你寻到新娘子了？自然是寻到了，不然为何会来找你？她在哪儿啊？你快带我去见她。姑娘，这是那失踪的新娘，你蒙我的吧？禀告公子，我乳名小翠，
自小便想离家去修仙，不愿理世间俗物，更不愿被婚姻琐事羁绊。可无奈家人不允，这才找到老金一家安排了这样一出戏。他们留下嫁妆，我换得了自由身，我们各得其所，没有伤害任何人。还请你们二位替我保守秘密，放条生路。姑娘，你父母生你养你一辈子，于他们而言，你现在生死未卜，他们的余生都要在痛苦和遗憾中度过，这岂不是比不告而别更伤他们的心吗？我父母只喜欢儿子，并不在意我。若我父母如老金对待小金那般，或许我就不会日日想着出家了。我不去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！不想走！我这样，走吧，快点走啊！我不去，我也不行，我哪儿都不去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不去，由不得你了，快走！救命！别把人招来！嫁妆细软都已到手，为何还不走？外面都是羊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说你怕妖，那你又是什么？我还能是什么？我自然是人。是吗？妖叔，你们在骗我！你们在骗我！妖叔！别再骗自己了。我儿不怕啊！你们一家都是金花鼠。二位可是捉妖的仙家？我们一家于人世间行走，并未伤害人性命。求二位仙师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我乃万妖之王红叶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天下妖族。